带追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退役中将帅化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还有前驻纽大使谢文吉。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以及政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生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要过年了哈，明天开始就要放假了。但是今天在台湾这边，当然有些关税的拍板的敲定。好，但是我们要看到，目前台湾在美中之间当然因为赖政府比较偏靠是美国方啦，但呢这两大国目前的局势其实变化非常多所以我们也看到了美国的外交事务期刊，它在12号就有刊文指说美中关系其实已经逼近崩溃的边缘那双方如果想要避免迈向失控可以从最具风险的台湾问题来作为双边稳定关系的一个切入点。说这个台湾问题就是一个切入点，可以避免两大国的失控，蛮特别的这个论点我们等一下也可以请专家帮我们分析一下。但是赖总统他最新还是接受了法新社的专访，他就强调台湾不可能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筹码，而且中美贸易的竞争当中中国有求于美国的多，美国有求于中国的少所以美国没有必要把台湾当作筹码。赖总统是这样说啦，不过如果赖总统每天都有看我们节目就知道，恐怕不是这样其实美国有求于的中国还蛮多的好，那美台达到15%关税协议外媒也提醒必须要留意持久性。我们看到是彭博社的这个分析报道说，美国或许认为台湾是具有一定的战略重要性，但即便现在已经达成了协定仍然有不少的风险因子。其一就是川普似乎不太善于遵守所谓的协议，那最近还被爆料他私下正在考虑是否他退出自己签的美墨加的协定。好，所以呢看看这个南韩，看看墨西哥川普出尔反尔的个性台湾在这个关税或者是国防的部分真的都没有问题吗？大家还是要思考一下。好，那现在中美的经贸我们来看到这个有说预计川普4月访问北京之前美国就已经先冻结暂停了多项对中国科技的管制也就是这些管制已经现在是暂时先不做了那这些措施包含的就是禁止中国电信在美国的营运，还有限制美国资料中心采购中国的设备，甚至还暂停了另外几项研议中的禁令。好，这为了什么？当然是为了川习之间的谈话可以更加的顺畅所以必须要递一些橄榄枝给中国。但是这也让内部的人不开心我们看到前美国的副国安顾问博明他就说很讽刺呢当我们拼命的想要摆脱北京对稀土供应链的控制的时候，我们美国却在电信基础设施、资料中心、还有 AI、还有电动车等领域都主动让北京掌握了对美国经济的新影响力。好，所以大家也看得出来川普现在为了跟习近平见面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好，那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则说中美经济的关系经贸关系的本质就是互利共赢，双方应该共同的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那也为中美经贸合作还有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还有稳定性。好，那现在大家就会看这个美国的经济到底好不好那中国经济到底好不好呢？ CNBC 就做了调查说每逢农历新年之前其实中国制造业通常会迎来一波季节性的高峰。好，那企业为了赶在长假停工之前都要完成订单，那也要货物装船出港，那往往是全线加班，所以大家就发现今年在年节前的赶工潮看起来都没有受到川普关税阴影的削弱那港口仍然是灯火通明啦好，那现在也看到美国的前财长顾问他叫做拉特纳他说中国仍然稳居全球出口的首位。那去年的贸易顺差创下了1.2兆美元的历史新高，即便美国大打关税牌，那全球对中国制造的依赖并没有显著的减弱，美国只有靠加征关税或
或是试图达成贸易协议，他说根本无法击败中国。好，这种话在川普耳里就是不中听川普绝对不想听到这种话。那他现在还是不断的用关税来当做武器对抗其他的国家，但是对中国就是不法度啦好，那我们看到川普的关税到底是不是美好的泡泡破灭了？我们在大家看到的是这个关税政策，川普当然觉得是大胜。那现在美国的贸易代表署也在拍马屁了我们来看到川普就讲说我全部都办妥了，而且都获得批准，世界各国都要付更多的钱要不是我的关税政策，其他的国家根本不会这么做。好，那当然我们现在看到它的关税贸易的对等贸易的协议就叫做 ART 嘛大家知道。结果美国贸易代表署也发了一个贴文巧妙的运用双关语来致敬川普的经典著作。好，那看到他就用 Art of the Deal 大赞他的关税政策成功，让美国在国际谈判当中取得了优势。所以一轮才说嘛这马屁拍得非常的强好，那当然近90%的川普关税成本其实我们前几集有讨论到说其实都还是由美国人买单嘛。报告就打脸了白宫，我们看是什么报告？这是纽约联邦准备银行最新的报告，就指出美国的消费者跟企业是几乎承担了川普政府加征关税的全部成本，所以反驳白宫关税是由外国出口商来负担的说法。好，那这其实一轮不是经济学家，我也知道怎么可能会是由这个出口商负担呢？一定都是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嘛，羊毛出在羊身上就是这个道理。好，我们还是看到一开始这个美中关系的突破口说是台湾问题。我们问帅将军，首先讲川普讲了赚了很多钱，我们对政客的话真的要用一点我们最基本的常识来判断。你拉了这些钱都是美国自己消费者付出的嘛。第二个，你想这个美国说中国有求于美国，那你美国干嘛释出这么多有利条件呢？这个管制也停了，那个管制也停了，那显然是你有求于中国大陆嘛。那中国大陆又摆明了就是台湾问题，其他都是次要的。好，我们赖总统又讲了，我们不是棋子，对。你不是棋子，你是可以出售的一个筹码。为什么？美中谈判到最后，就是美国要释放出台湾的这个保护权或者什么东西。第一个，他没有能力嘛；第二个，保护台湾他没有利益嘛，他赚不到钱嘛。第三个，我们凭良心讲了，我们现在的政府根本挡不住美国那个2.5兆的那个投资，挡不住，就是他们现在执政挡不住。但是问题要看看。要我们投资什么？美国卖我们什么？美国说要大量的美车进口。各位观众，你只要问问你常常坐计程车的司机，他买的是什么车？都是油电混合车，省电嘛。美车全部是燃油车，还卖得掉吗？好，我们要到美国采购什么东西呢？我凭良心讲，我们政府稍微有点智慧的话，你就采购美国的核能电厂嘛。台湾不是要发展 AI 吗？你要不要电？要电啊！电从哪里来？你还在那里火力发电吗？台中老百姓都快被你熏死了。PMI 多少人得癌症了？所以你买核电，我既然也投资美国了，应付了。第二个，解决台湾缺电的问题嘛。第三个，这么多钱1.25兆，你不是要台湾做韧性作战吗？对不对？韧性是靠人去打的，靠人去坚持的。乌克兰到现在花很多钱去雇佣兵那台湾的军人薪水那么低，国民党跟民众党要求你给军人加薪，这是天经地义的嘛。你又要马儿跑得好，一会儿不给马儿吃草，对不对？那一个军人他的收入不能够养家活口，或者没有未来的这个人生规划，他凭什么跟你去拼命呢？对不对？那为什么今天军校招不到呢？就靠 ROTC 那种短期的，对不对？所以钱我知道，以现在我们这个政府没有能力去抗拒美国，但是既然要我买，叫我投资，那我应该有点选择权吧，对不对？
那我投资美国，你有核能电厂啊，可以卖啊，对不对？第二个，我不反对军售的武器看看。我看了他列了，国防部列了很多刺针飞弹，我说这该买，为什么？因为老共的无人机、老共的这个空军这个直升机、武装直升机对我们威胁很大，你该买。但是买坦克的反坦克飞弹呢，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啊。怎么讲？大陆登陆的第一周波上来的都是2栖战车，2栖战车装甲都很薄的。我们传统的火箭筒四式火箭弹都可以打，但是要给我们的兵配一个越野摩托车，我不能再拿坦克去对坦克，是一个机动的游击的带着轻便的这个反装甲武器就可以消灭。所以你要买东西要买的精，我不反对军购，你要每样东西都要很精打细算。海马士我要买，但是问题你是库存品还是新制品？C4ISR 加 AT 我赞成买，那其他的我们就要逐项检讨。所以将军就是内行人看门道了哈。好，谢大使怎么看？我觉得这个美国这个外交事务季刊啊，它比一般的很多的季刊，它的重要性又提高很多，比一些智库自己发表文章啊，它的代表性更强。那这里面这个论点很清楚，我认为就是延续了啊。那么去年习近平跟这个川普要在釜山见面之前，美国的这一些智库的一些论点，也就是台湾问题，事实上是美中关系的能否稳定，能否让就是说正面向前发展的一个最主要问题。美国把它点出来了。那美国并不是不知道，美国过去就故意怎么样，在台湾问题上来怎么讲，来跟中国大陆施压，讨价还价。可是现在我认为力量的发展以后已经过了这个过去那个阶段，新的阶段你不解决台湾问题，不面对台湾问题，你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就没有办法改善，没有办法改善。中国大陆把这个台湾问题堵在那边，所有问题先把这个问题解决。所以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兰德公司那个报告，那时候台湾这个一片大惊他讲了一个论点，他说美国应该支持两岸以和平的方式、渐进的方式和平统一。这个已经不是说你要不要不赞成或反对台独了，是直接要你支持两岸用渐进的方式和平统一。所以呢，这个论点我觉得跟今天在 Foreign Affairs 一个更重要的一个美国政策的一个我认为是一个就是说一个试风点一个测试社会反应的，也是跟外界透露讯息的很重要的一个测风向嘛，对不对？也测风向，另外一方也就是说放风声把这个问题先试出来了。那也就是说，在4月份可能台湾问题上，那要变成美国要怎么样去跟中国大陆谈台湾问题，这也就变成4月的所有的问题核心的观点就是台湾问题。那去年12月，兰德公司已经讲了，美国支持两岸以渐进的方式和平统一，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迹象。这个是不管你今天赖清德你主张什么，美国从美国利益出发的，迟早会有这么一天。这个力量就是改变政策最主要的因素。那中国大陆现在美国已经认为它是前2天川普还在讲说，跟中国大陆关系一定要搞好，因为它是世界上除了美国以外最强的国家。所以这个外界的变化事实上是随着力量在变化。那所以我们如果说台湾的这个赖清德他们还是这样自己认为美国是怎么样不会变的，美国是还是永远是如此的，那就我觉得他们的研判会给台湾带成很大的危机。另外一个就是说，最近这个台美的这个之间的贸易协议终于怎么讲，我们看到一些端倪了。我只能先做2点结论。第一个，这是1945年以后中华民国签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第二个，这是1945年中华民国在签对外条约的时候唯一一个
所有社会跟立法机构完全被排除在外，连知道都不知道的一个条约。好，严教授怎么看？我想今天刚才提到赖清德，提到川普啊，我觉得两个人都像鸵鸟啊，埋在这个沙里头，不愿意面对事实啊。这一点他们还蛮像。那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们常常说找不到共同价值，我们领导人跟美国的领导人在不肯面对现实方面还是蛮接近的啊。那今天台湾到底有多少的筹码？我觉得你要先看看美国到底跟大陆的情况是怎么样。那我觉得伯明今天讲这个话因为伯明他的说是前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他不是在别人民主党任内，他是川普第一任，所以他讲的说，你川普搞了一堆想要跟那个确保你的稀土的供应链，可是你在很多地方都已经就是反而让美国更有这个不是更有这个 vulnerability， 就是更容易受到伤害包括 AI 等等那我觉得这样子来看，就是表示刚才你也提到，就是说美国依赖中国的东西还蛮多的，会有这样的担忧嘛？那难道今天美国就是完全一帆风顺吗？没有嘛。所以然后我们看到我觉得这个美国贸易总署也没有搞清美国贸易这个代表处也没有搞清楚。川普前2天才讲话，他说我的家人很反对，说我最爱的东西是关税，他现在关税已经排到第5、第6了我要先爱我的家人他在访问当中就这么讲，那你还去把他这个关税拿出来谈做什么？那当然就是纽约的这个 Fed 他讲出来的就是等于是我们讲说国王的新衣，告诉你今天关税就是有90%是由民众来承担消费者。他说事实上这些进口商大概我们常说会转嫁嘛，他其实也吃了一些，大概吃30%左右关税，那70%是转嫁到这个消费者。那这个消费者大概现在目前为止平均1年大概是1000块钱多出来要买这些东西。所以这个也不是说只有你说因为是来自于这个 Fed， 来自于这个联准会的那一向跟川普关系不好。对不起，国会的这个预算局CBO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跟一样的这个结论，就是你今天川普你再怎么吹，包括现在看起来这个就业的这个工作机会增加，他说全部都不是正常的就业那个机会，而是在健保方面。所以整个美国的经济，川普你还是没有面对现实。对，他确实没有，因为他自己还讲这个美股已经在5万点了在他任内会翻倍，所以大家经济都很好，这点跟赖总统也很像。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刚刚郑生教授已经讲了，川普就像鸵鸟一样这个遮住眼睛，好像看不到就没代志真的他有这样的感觉。我们从美国的经济上面就可以看到蛮明显的状态好，美国的国会预算处最新有报告指出，尽管川普政府试图透过关税的增加收入但是这个受到大规模减税政策还有利息支出的飙升影响，美国的联邦财政状况正在进一步的恶化预计在2026年的财政预算年度预算的赤字会攀升到1.853兆美元，占 GDP 的5.8%。我们看到白宫发言人他也特别讲说国会预算办公室经常是低估了经济的成长他来辩驳也反驳说2025年 GDP 的成长率已经超过了 CBO 的预测。说在川普经济政策下赤字会缩小，成长将会提高所以人家已经拿了报告出来了，但是白宫还是持续的在反驳啦。那我们也看到盖罗普大家都很知道他是做民调的但是现在他说我不做了那看到盖洛普最后一次公布总统施政满意度的调查为川普在去年12月的支持率是36%，这数字很低好，那川普向来密切关注自己的民调数字。那纽约时报民调显示他的支持度下滑之后，川普就威胁要控告纽时。所以民调机构盖洛普发言人在11号的时候是证实了，他们要停止进行持续88年的
总统支持度的追踪，也就是不再做总统民调了。好，很明显看得出来啊，因为也是担心啊会被川普针对吼。好，所以呢，接下来只要看不到民调，就不会有民调低的问题，川普就会很开心。好，那这就是要迎合川普目前在国内的一些政局啦。好，那我们看到美中的关系仍旧是暗潮汹涌。先看到目前在广州的 APEC 正在举行。好，那这个 APEC 跟我们一般认知到的领袖峰会是不赶快的哈。那个 APEC 呢是在每一年的年底那今年是在深圳举行 APEC 的高峰会，11月18到19。好，那你就问啊，那一轮这个广州 APEC 是什么呢？其实它是这个首场资深官员层级会议的开启，所以在广州。好，但是呢，因为也蛮多这个官员都有去嘛，所以也有一些不同的发展。我们看到川普政府也在这个广州举行 APEC 期间积极的推广人工智慧的出口，还有海上监控的技术，意图在科技还有海洋的影响力上面牵制北京。好，美国的资深官员梅斯就特别讲说我们川普政府已经成立了高达2000万美元的基金，那主要的用途是协助区域像是 APEC 内的伙伴经济体，引进来自美国的 AI 技术。他说这也是强化美国在领导科技地位的一个重要策略。好，但我们也看到美方跟中方之间的矛盾当然有各自在取得对方的敌情。好 ，CIA 最新又推出了影片，我们先带大家来看一下。领导们真正在保护的只有他们自己的私利，他们的权力建筑在无数的谎言上。任何有领导能力的人必定遭受忌惮，被无情绞杀。我不能让这些狂人来塑造我女儿未来的世界。好，如果大家有印象，之前美国 CIA 公布的影片那当时是有2部也是类似的这个有中国口音、有美国口音的一个中国的说法。好，那当然这个当时是引发蛮多讨论的。它最新又上线了对中国招募投诚的影片明显诉诸的就是解放军1月底震惊全球的超级大清洗。说这场间谍的博弈是美中在军事跟技术领域竞争不断升级的一部分。那很多的观察家认为这已经是一种新形态的冷战。好，那甚至为了取得合法的公民现在也有利用美军跟中国大陆人来假结婚佛州检方也起诉了11人我们看到这是美国佛州联邦检察官最近起诉了涉嫌参与婚姻诈骗的11人。好，他们被控招募美国的军人，然后跟中国的公民来假结婚，然后让中国的公民取得合法的移民身份之后，还透过眷属的身份非法进入到军事基地。这其实蛮大条的所以也可以看得出来，这双方之间在取得情报上面还是有用不同的方法跟手段。好，但我们要看到的就是拉美。好，拉美现在是不是也被认为说是要令中俄会有一些不同的态势呢？我们看到川普寻求巩固拉美国家的支持，他在3月7号的时候会主持一场拉美国家领导人峰会。好，目前受邀的国家有阿根廷，还有巴拉圭、玻利维亚、萨尔瓦多，还有厄瓜多以及洪都拉斯。那阿根廷的媒体就报道这个峰会的重点就会放在如何对抗拉丁美洲主要的贸易伙伴中国。好，所以就是要拉美来对抗中国的态势。好，那美国的能源部长也说华府是正在削弱。那我们看到他是讲说中国大陆已经从美国的政府手中买下一些委内瑞拉的石油。那合法的中国企业在委内瑞拉进行的合法交易是没有问题的。好，但是能源与地缘政治的策略专家则认为说像是这个美国能源部长莱特来访委内瑞拉，就反映出美国对委内瑞拉的石油长期地缘的战略是有兴趣的。好，川普政府已经不再满足于让委内瑞拉摆脱中俄的影响，而是开始奉行美国能源主导地位的战略。好，所以现在美国对于中国跟俄罗斯真的是觉得有很大的威胁，所以不断的找方法在削弱他们的影响力。好，那看到墨西哥的人道援助物资也抵达到了古巴。
那俄罗斯是希望美国对话啦，然后来解决古巴石油禁运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这个佩斯科夫讲，俄方希望跟美方展开一些建设性的对话，那解决古巴禁运石油的问题。那短期之内他们会以人道的援助方式向古巴运送一批原油还有燃料。所以看出来虽然说要跟美方来进行对话但是俄罗斯还是先把这个古巴的事情搞定再说啦。好，那我们看到一开始的经济的部分那当然我们每天都有谈论不过美国经济随着各式的报告出现之后，其实也证明这川普的牛吹的也是蛮大的。我们先问帅将军。首先我们讲这个石油是美国这么多年来掌握全世界的这个能源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把石油当武器了。委内瑞拉的油现在虽然是总统被抓了，但是它的产量还是有对不对？那现在你说不准输给古巴，那是不是中国可以借这个机会，我买了就近就卖给古巴呢？那倒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所以这个问题美国现在把拉美统统招来，都是小国家了。在南美洲来讲，这些不算是大国。比较大一点的就是阿根廷。阿根廷的这个总统的变化很大，跟川普两个可以匹配的两个都是随口说随口辩。那这个你想想，你们开那个会议，再看看墨西哥跟加拿大。全世界跟美国最亲的应该是墨西哥跟加拿大嘛。墨西哥的蔬菜水果都是往美国送的，加拿大能源木材铝矿都是往美国送的。两个这么亲密的朋友，这个协议都可以推翻。你以为南美洲这些小国家，美国跟他做什么生意，做什么 deal， 又能够承诺什么东西？因为中国大陆对南美洲是用这个经济的方式。我用基建，我用商贸去让你的国家能够有实际的收入，这个是很现实的时间长了以后这个政治上的这些虚假的这些什么协议了、框架协议了，都抵不过。你看，当年 G7 包含英国在内，对中国泼脏水的还少了吗？现在美国关税一出来，通通跑到中国大陆去做生意去了。这是很明显的嘛。英国这个老奸计划的国家是很现实的嘛，对不对？它就是靠金融业嘛。你看带了60几个团体到中国去干嘛？难道是参观上海吗？参观香港吗？不是的，就是做生意嘛。所以这个问题经济那克林顿有一句话是最典型的，笨蛋，问题就出在经济。经济是每个国家最首要考虑的问题。买东西都看性价比，所以中国大陆现在快过年了，每个厂还灯火通明的在那里赶订单呢。所以你美国要制裁他说我对你美国出口只占我17%我还有80几的卖给全世界，你制裁得了吗？所以何况很多东西还是美国要的东西。你看看美国那个 Walmart 很多超市里面80%是中国产品那货架上你随便翻。Made in China, Made in China， 洗衣机了、冷气机了、电视机了、笔电了，都是。所以这个问题我问问台湾每个老百姓，你买东西是不是先考虑价钱、性能，是值不值得？你有去 care 它是美国牌、日本牌还是大陆牌吗？那要不然台湾的网购为什么那么发达？所以这个问题大家看清楚，哪一个国家的领袖不关心自己的经济？你就是一个不负责的领袖。那领袖要去赚钱，不能用抢的，不能用抢。像美国现在是用抢的。季大使怎么看？其实川普他在这个所谓的这个西半球对他北边的那个加拿大关系没搞，南边呢，事实上他要开这些所谓的元首会议这个开法，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败笔。以美国这个国家今天要开这种峰会盟会居然只有这几个国家要参加。这种会议我们就不开还好，你就弱点就在这里。
而且你把这些国家认为是比较亲你的，这几个国家都不是在这个中南美啊，尤其是真正有实力的大国。对，巴西不在里面的话，那你就很难开了。对，我们过去讲 A、B、C 三国，智利也不在里面。那这个阿根廷经济刚刚从破产边缘往上回升而已，而且米莱跟中国大陆关系是不断在改善的。那你跟这个阿根廷，你又不能够提供他很多他的协助，那这个会议开了有什么意思呢？那这里面比较有一点这个我们需要注意就是洪都拉斯。洪都拉斯的时候，23年的时候跟我们断交，跟大陆建交，因为他前一任总统叫这个卡斯楚，他断交了。那现在新的总统阿斯这个夫拉他这位老兄他是完全受美国控制的，美国所支持的。那这次选举很近，票数很少，算了半天才算出来。对，那美国事实上从头到尾就是支持他。那他在竞选的时候就提出来说，我当选以后我要怎么样？我要跟中国大陆断交，再跟中华民国建交。复交。那现在问题就变成了，美国现在还是可以好牢牢控制的国家，可是这个国家的副总统最近出来说，他说这个洪都拉斯要选择大陆还是台湾他说这个是要做一个最有利的外交的决定。他们现在在检讨跟中国大陆签的16项协议。然后要比较一下利弊得失。他说现在这个东西实在太重要了，不会冲突做出决定。那我想现在赖清德他们正在等这个洪都拉斯做一个决定来让这个他们的外交工作能够怎么讲，好像看起来有一点成绩。可是问题就变成，如果中国大陆跟他签了16项协议，那他要比较利害关系的话，那是不是我们要接下16项中国大陆承诺给洪都拉斯的那些东西？这要花多少钱？这个我觉得还是我们需要比较审慎的来看这些问题的。那会不会再过几年以后他落选了，又转到那边去了？对，所以这些都是我觉得不能为了什么事情看短期了，忘了这个中长期的利益。对，好，我们接下来问郑生教授。我想这个拉丁美洲如果过去有一些美国跟他的峰会，大概会排除古巴，因为是制裁的对象那有的时候可能像现在就最近大概10几年，大概会把委内瑞拉排除。可是你现在把其他的左派政府都排除这个是从来没有发生过。就是你想选那些我们这样讲会 kiss Trump's ass 的那些总统来让 Trump 自我感觉良好，我觉得没有意义这个就是美国政治沦落到这个地步，我是蛮同情就是美国的这些职业外交官也好，还要去安排这些场合来会面。那说老实话了，今天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我觉得绝对是够的，你不需要担心就是美国会没有影响力，因为拉丁美洲大部分的国家，特别中美洲国家，很多人还是希望能够移民美国。你光是一个这个移民的这个松绑就可以让很多的拉丁美洲国家改变对美国的态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可川普偏偏不喜欢嘛不喜欢这些移民。那另外讲到这些中国的这个有可能被招募去当作间谍嫁给美国军人。因为我自己在美国待过时间蛮长，然后我在阿拉斯加待的时候，我们也有这个美军基地。你知道美国的军人有的时候他们真的还有不少是透过网络就是社群媒体认得的中国大陆的人。那你很多中国大陆的他们有可能就觉得说我能够嫁到美国也不错然后我都不见得说一定是就是大陆有什么特别的安排说要取得这些东西，而是说今天确实是有很多这一种类似的婚姻是存在的。那这些存在的，难道这些人一定都是这个大陆派来说以后要取得间谍？除非今天是高知识分子。我觉得一般的我认得的嫁给特别，如果是只是美国的 GI 大兵，不是高级军官，那我觉得大概你也取得不到什么东西了。说老实话，但是这个案子就是说，今天被美国的这个 ICE 移民局这边弄出来这个消息，我觉得等于是增加一下这个美国跟这个疑中论也好，或者是说仇中论也好，他们的一些
弹药嘛，就是觉得说，你看大陆就一直想要做这件事情，可是我是怀疑，就是说到底有多少真实性？有些可能就是一般。在美国娶不就是你娶老婆不方便不容易娶到，那你就到外面去透过网络去找，就是这样的而已。对啊，所以显见美国这个国内的氛围对立的情况也蛮严重的。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要过年了，要进入这个地球人类最大的迁徙哦，也就是说，2026年的春运，我们带大家来看哦，绿皮火车爆红哦，流行的评论是哦，不会嫌它慢，它不嫌我穷，它一样能带我回家。好，一趟从广东省广州白云站驶出的 T3704的普速列车哦，一路向北开到辽宁省大连哦，全程是3251公里。好，沿途经过6省1市，停靠34个站点，横跨个大半个中国。好，我们看到现在啊，春运前10天哦，其实流动量已经超过了3亿人次。还有机器人哦，也是很夯哦，因为看到它也加入了春运的行列哦。他们是在深圳的街头哦，都能看到人形机器人，不仅能对答如流解决旅客的疑难杂症，还能拿起毛笔哦，写出大师级的书法。好，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中国大陆哦，这个过年的气氛啊，人就满满。好，但是哦，有一个状况就是中日的航班哦，现在急挫近半，好，3航线全都取消，旅客量跌超过了50%。好，这对日本来说就没有办法赚钱了嘛。好，那中日的关系确实都在冰点。玉渊谈天也分析啊，日本正迈出危险3步。好，第一层他认为就是安保3文件的问题，再来就是要通过修宪寻求军事扩张合法化。那第3层呢，他就是要说啊，最现实的河野心也是最危险的一步。好，目前呢，日本希望能够摆脱战后国际秩序的束缚，重新有对外打击的能力，可能也会挑动地区性乃至世界性的战争能力。好，但是日本3年多来也首度扣押了中国渔船，并逮捕船长，那跟北京的关系那当然是进一步的恶化。好，那中国的驻日本大使则是发声了，我们看到吴江浩说，当前中日的关系陷入一个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严峻局面，责任完全都在日方所以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许任何外部的干涉可见这2国关系只会越来越差。好，那看到高市现在也插手南海不自量力吗？这个南海的问题其实现在日本移交了沿岸雷达系统给菲律宾。好，那当然这也会影响到一些区域的状况。好，那中国也加强了南海电子战的实力那南海的永暑礁网络空间部队也是首次亮相。好，那有分析说啊，这个部队亮相就意味着南海的电磁权争夺战是正在升温当中。好，那解放军的南部战区在南海组织的舰艇也完成了对岸打击，还有一些对海作战的实战化全面训练考核。好，那当然还有铜陵舰发现敌岸目标之后，也可以发射多组的炮弹，完成对岸打击。好，那现在美国智库也有做一些相关分析就是他们说空军需要500架的6代战机，还有轰炸机，其实才能击败中国。可见中国现在的军力已经不能与以前的方式来看美国智库已经讲了大白话。好，我们还是看到一开始这个春运的部分我们先问帅将军。春运呢是代表一个国家这个内部的交通建设的一个考验。你像台湾，我们就这么点人口，过个节过个年塞车啊，对不对？他开玩笑，10几亿人口。而且人口流动性很大，我们前天到广州啊、深圳去看，黑龙江的、内蒙古的都在那里做事嘛，因为它是对外的一个口岸嘛。那你想想，这个人口移动量会多大？穿越你看6个省、几十个市，这是家常便饭的。你高铁、高运，你运量还是不够嘛？那绿皮火车也是人家老百姓选择嘛。3也不嫌我穷，就说我买得起嘛，这个车票钱嘛，坐个几10个钟头我也到家了嘛。所以这个问题中国大陆很早以前就在讲8纵8横，8纵8横就是把
全国最主要的几个省市啊都能够串联起来。串联起来的话，人口的流动性、人才的流动性，我跟你讲，人尽其职，货畅其流。它不只是春运发生效果，货物也发生了流动性。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穷人山上种的水果卖不出去，对不对？交通运输不便。现在客户在哪里也不知道，有网络那边一看，哎，这一家的什么水果特别好，订购嘛。订购要靠什么？物流嘛。物流靠什么？物流要靠铁路啊，大量的运输啊。所以这个问题，中国大陆的基础建设，让老百姓脱贫才是真正有希望。如果每个人都能赚钱的话，这个国家中产阶级会增加。现在一个国家的国力强盛不强盛，看你中产阶级占你人口比例是多少。什么叫中产阶级？我赚的钱80%要买食物嘛，那就是斩杀线下面的了， 对不对？喂一个馒头，喂一个稀饭，你过日子嘛。那旅游啊，艺文活动啊，买奢侈品，买车子啊，买奢侈品，这种消费才是一个国家经济能够繁荣的问题嘛。那今天相对中国跟美国，美国的医疗不行，一生一场大病，中产阶级可能就落到斩杀线下面。那中国大陆喜欢储蓄，对突然来的这个灾害、灾难、疾病，它都能够应付。它只是现在的中国大陆现在的缺点就是说，我们中国人传统的习惯储蓄，舍不得消费，这是中国大陆的目前的问题，但是不代表他没钱。那美国的危机在哪里？很多年前我在美国就看到很多街头 homeless 的。我看到还黑人买一部林肯大轿车，他一家生活所有东西就在那部车上，车上。那现在更退步了，现在是把超商里面那个大推车弄出来，全身的家当就在那边。所以这个问题啊，作为国家的领导人，如果不能解决国家的基本生活问题，这是这个失败的，那迟早是不看好的。所以今天刚好这两个给我们做个对照比，对照比就是说谁往上走，谁往下走。这个中国大陆现在你封锁制裁它这么多项目，今天为了台湾问题，中国大陆美国要释出很多暂时降关税。所以我们今天我还是讲我前面讲的话，台湾既然面临不可抵挡的美国压力，那你买的东西至少要慎选吧，钱花在刀口上，真的是解民所苦的东西嘛，不是买一大堆。我跟你讲，今天问问你要不要买美国车？你要买美国车，也买美国产的特斯拉。如果买上海产的特斯拉，美国还不高兴呢，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问题很现实嘛。对，我在台北街头看的是德国车多，对不对？日本车多，美国车好像变稀有动物。好，不过过年嘛，大家有些人会去日本旅游，不过看到这次中日的关系特别的糟哦，所以我们接下来问介大使。我想大陆现在对日本的策略就是，我认为就是说各方面的用一种逐步的脱钩。因为中国大陆是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对中国大陆来讲，在日本的贸易伙伴排名第5，那是很后面的。所以你说现在是谁对谁比较重要？那从贸易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了。双方的贸易大概差不多，就是说是1300亿，各1300亿是平衡的。可是对日本来讲是第一大海外市场。那另外一方面，这些所谓的观光客还有中国大陆去日本的就学、投资、买日本房地产，去买日本的马桶盖，什么电锅的，多得不得了啊！那现在中国大陆现在就要把它这个线，把这个关系把它逐步的脱钩，因为这个是对日本有利的，所以这个是中国大陆应付日本军国主义抬头的一个很重要的釜底抽薪的。也就是说，经济上我不能快速削弱你，我也不会在经济上给你任何的帮助。那更不要说日本还有很多厂牌在中国大陆是非常受欢迎的，比如说 Uniqlo， 比如说这个无印良品，你去所有中国大陆市场，你就看到都开得非常大，
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这个是必然的。不过我觉得大陆这个虽然他们是用渐进手段，这个事情从11月7号到现在啊，已经到2月了啊，居然这个去日本观光人数只降低了46%，其实是蛮慢的，对，其实是蛮慢的。所以呢，这个看大陆会不会他继续把这个当做一个政策在执行嘛。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就日本来讲的话，事实上的话，日本这个国家要正常化，真正的问题不是中国大陆，是美国。美国在日本驻了55000名军队，有大概差不多80个以上的军事基地。东京上空的航空主权属于美国，不是属于日本。那这个琉球，它的主权由美国来决定。美国现在认为日本只有行政权，所以日本要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的话，问题在美国。所以我看他是想要把美国啊，那个现在抓得那么紧啊，他国家要正常化，我看是很困难的。对，所以刚刚将军说笨蛋问题在经济，要跟日本说笨蛋问题在美国哈。郑生教授，我想第一个就是大陆这个春运啊，让我想到就是美国每次都是一样嘛，就是圣诞节的时候他们机场塞哦，然后碰到大雪啊，什么这些那个就是他们也是有这个没有，当然像没有大陆规模那么大，那机场塞什么这个也是一个大的麻烦。然后呢，你如果光靠开车，其实也是很容易塞车，所以我觉得火车确实是可以疏解一些，但是以大陆这个人口啊来算不容易。但是如果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就表示说它的流动性，它能够到城市工作这些机会还是蛮多。那未来就是大陆可能要做的是说，希望越来越多的工作不在这些一线城市，让这个运输啊少一些，可是大家都知道，每个人都想往一线城市，你要有北京的户口，要有上海的户口，对不对？大家都希望嘛，所以这个是没办法解决的。但我觉得以他们现在的这个铁路的交通网络，高铁也好，或者绿皮车也好，我觉得已经够绵密的啊。我一个大陆朋友就跟我讲说，他家是一个小站啊，但都已经有通到高铁了，他已经觉得说，然后说一辈子都想不到。就居然可以通到这样子啊，所以未来还是会越来越多。那如果看这边最后一个这个智库啊分析说要多500架，哇，我觉得你智库你拿了这个军火商的钱啊，你做的这些分析还真有用，因为我碰到过很多这样的智库的人，就是因为智库都是要靠外面的捐款嘛，才能养这些研究员。那你养这些研究员，你要是写东西就是要帮他写，所以就说我们现在如果要对抗大陆，一下子要增加这么多飞机哦，好像是为了美国的安全，但另外也是因为拿了钱办事啊。那最后我讲一下南海，我一直认为说，我最近正在看就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春秋时代这个楚国跟晋国之间的冲突，两个大的，那中间这些小国。包括什么郑国啦、宋国就很紧张嘛，觉得说他们在冲突，我们是受害者，所以他们就提出了这个弭兵之盟啊，希望能够缓解。后来也确实2次的这个弭兵之盟，大概有40-50年是比较安定。